宇轩刚才讲的现在的俄乌状况，当然非常诡谲多变。第一个当然就看到了普丁个人的意志，还有刚刚讲的习近平到底会不会受到威胁，然后停手。另外就是什么，现在根本就是拜登跟川普的较劲。拜登刚刚讲，我现在赶快做文章，我赶快要把这个所谓的限制打开，我要取得一个好的优势，代表我这几年的仗不是白打的。可是川普现在也好声好气说，对，我要来接收这个战场了，我要开始收拾这个残局了，我要搞一个和平特使了。对，川普这个叫做一锤定音，等于就说，哎呀，你快点拜托，打了1000天的战争，你现在还在跟我说快马加鞭，来不及了，没关系。为什么？我只要派一个和平大使，我就能够轻松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代表我今天美国开始要介入了。你两边不管是乌克兰或俄罗斯，弄卖给下，我起码得爱处理，起码得爱瞧啊，直接给我坐下来好好谈。而且呢，他们讲说过去有没有这个人？有，因为有一个人呢，2017年到2018、2019年的这个叫 Volker， 事实上一直长期处理这个问题。换言之，今天 Fox News 在讲的是什么？讲的不是说到底这个和平大使有多重要，或者说他有多伟大，而是说川普现在要去解决这个问题。你从两边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东西是完整的。为什么？第一个叫乌克兰，你知道乌克兰呢现在也提出一个计划了，它当然名称很好听，就是说我叫胜利计划。但宝杰哥，你知道对谁来讲胜利吗？对谁？对川普来讲是胜利的计划。哎，我跟你讲，我觉得这个你说现在泽伦斯基对一个完全对美国投降的计划，朝贡的计划，哎，对，天朝来，我保你满意。为什么叫保你满意？他其中提了5点，但其他的3点不重要，最重要的是2点。他说来，我会用乌克兰替代欧美驻军，什么意思？他知道说你美国对他们讲最烦恼就是，我到时候驻军我要花钱，对不对？我要额外的派增援，到时候又是浪费我的钱，因为我现在美国要省钱嘛。他说没关系，我来帮你干，小弟为你服务，小弟来担纲你，我来帮你填补这个美军的空缺。对，那再来第2件事情，他说我乌克兰呢有非常多的资源，对不对？我知道你一定很担忧。他说我跟你保证，这些资源呢，以及乌克兰未来的合作方案呢，我绝对排除中国。他讲说，我有很多的稀土，我这些的稀土未来可以让你免费使用。对你美国免费使用，对不对？但中国别休想。我绝对拒中国于千里之外。为什么要这样讲？各位，你不要误会了。乌克兰的这个矿产里面呢，有一个最重要的叫 titanium。titanium 什么？钛金属。那你知道谁最在乎钛金属吗 ？Elon Musk。美国最在乎嘛，因为航太以及一些高端的这种武器军工产业，我跟你讲啊，它这个排行产量全世界5%哦，所以代表说，他说未来这2万处的矿产可能都会干嘛？我一定第一优先，绝对提供你美国。跟你美国合作使用，免费不敢讲啦，就是说绝对我们讲的相关的采矿权，或者是说我们讲提供贩售，绝对都是给你美国。而且再第2件事，他说的确你现在会很担忧，对不对？因为我们现在呢，许多包括电信业者，包括我们的基础建设，宝杰哥，你知道乌克兰用谁的吗？都用中国的。他说我也都不用了，我不敢用了。他说我全部都换掉。哦，我知道你美国人有很多这种西方有很多这种投资，那我这些都不要了，我全部呢都可能换成美制的。换言之，乌克兰很清楚搞懂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讲川普最想听到的话是什么？中国以外的人，就我们要排除中国在外。而且你以为我们讲乌俄战争是其中一块战场吗？那宝杰哥，还有另外一个战场在哪里吗？在以巴。以巴呢也一样，我们讲比乌克兰还积极，够他巴给。为什么？以色列直接说大太阳，我送大礼，我送大礼。他说不用等你来瞧，我跟你保证1个月后，我跟呢我们讲的这个黎巴嫩战争马上就会进行结束，而且相关的如火如荼，包你满意。所以宝杰哥你就知道，当川普一上台之后呢，他脸色上一抽动，马上这2个国家立刻立正站好，说好，老大跟你报告，我们接下来的问题保证解决。好，所以吴董，你说现在不是讲吗？居然突然在俄乌战场上，美国给他的武器全部开绿灯，你爱怎么打就怎么打。你说这个是个拜登跟川普2个人的较劲？不是，因为在这个结束的情况，他当然希望在他这个交接政权的那一天，有看到乌克兰相当程度的一个胜利。对，这个是拜登的面子嘛，对不对？所以他把所有的武器限制拿掉，限制全部解禁。但是问题是，这里面有个更迷人的地方啊，就是现在泽伦斯基提供给川普的所谓的胜利计划，那个胜利计划是什么东西呢？基本上就是愿意把乌克兰整个战后的重建计划全部交给美国来主导。哇，那个不得了！你要知道吗？全世界人口密度，所以你是说现在根本就都在做交易了？当然是做交易啊，因为乌克兰是世界的谷仓，它的矿产、它的农业。还不要忘记，乌克兰以前在苏联时代，它的工业、军工业，对，世界一流啊。也就是所有的海军都是在那边建立的。没错，它的航空母舰，它的这个航空器，包括它最好的战车，
都在这里。包括战车的引擎、发动机，它都有自制能力啊。对，它有全世界最好的航太，它是最好的工程师是在乌克兰啊。所以你要知道，而且历史上而言，我们去读这个所谓的东欧的历史的话，你就知道，第一个所谓的俄罗斯族的国家不是在莫斯科，在基辅，在基辅嘛，基辅大公国嘛。对，基辅大公国后来一直辗转的被这个，因为这个天主教的入侵之后，然后他们退，到了莫斯科族，到了俄罗斯族壮大起来了嘛。所以那有一个历史的严格，所以说普丁一直认为说乌克兰是他的国家，对，这个是对的。我问你很简单，赫鲁雪夫是哪里人？这就是乌克兰人，克里米亚人，赫鲁雪夫是克里米亚人嘛，所以他们根本是同一个国家了。那今天他提供出那么好的条件给川普，那是商机无限啊！未来20年的重建全部在乌克兰呢。不得了的一个是极为庞大的利益啊！当时德国人为什么现在莱茵金属已经在莱茵金属做什么？做豹式坦克的。对，豹式坦克。他现在在哪里设厂？在乌克兰了。在乌克兰设厂啊！那你看俄罗斯敢不敢炸？不敢，不敢炸，那不敢。德国人100%投资，就跟你干豹式坦克，就干给你看。那谁怕谁啊？对，所以这个里面是一个局啦。那这个局他提出这个胜利计划，我觉得川普一定很难阻挡这个诱惑，因为利益太大了嘛。所以我刚刚讲了，他提出这个中国以外任何人都可以，就是中国以外任何人方案。他这个叫做 ABC 方案 ，Anybody but China， 就是 China 除外，他就把中国排除掉。他知道啊，投其所好啊，他就投其所好。Anybody but China 包括谁啊？包括俄罗斯吗？包括俄罗斯啊？真假的？当然包括俄罗斯啊。不然怎么摆平啊？当然包括俄罗斯啊，这就是今天他会满足川普的最大诱因在这里啊。我再重复一遍嘛 ，Anybody but China， 他没有提到俄罗斯不行哦，俄罗斯进来有什么关系？对，所以这个里面就形成一个大的包围圈，所谓的后尼克森计划的那个憧憬，川普怎么看不懂？怎么会抗拒这个诱惑？所以这里面从国际政治的阴谋跟战略观，整个在那边。在这边跟这个天上的星星一样，对，一颗一颗出现。邱老师，没有想到这个柳暗花明峰回路转，就来了个新的棋局了。对，其实你看历史上美国帮忙建国的国家有分不同时期，二战之后包括日本啊、德国。美国帮忙这个德国写了一部基本法，帮忙日本重建一个民主日本，都是很强盛的国家。事实上，1901年的时候，美国帮菲律宾建国，也是菲律宾也曾经很强盛，这个菲律宾内部的这个政治文化比较贪腐，所以搞到后来才没落。所以我们看其实后来到近代，从1960年代以后，包括越战啊、美国啊，或者说像以色列应该说像那个伊拉克啊，美国的建国就不成功，帮这些国家等于说后来就内战，然后往内互打。所以我觉得，其实美国近年来帮很多的国家想要重新开始，像阿富汗后来是个失败嘛，所以美国其实它有一个新的想法，而且我觉得这新的想法，过去不管是共和党的建制派还是民主党拜登这些人都没有做到。现在川普有一个野心，这个野心也许是在我们台湾的各界看不到，就是他会看到乌克兰的这个重建，也许外界可能会觉得乌克兰可能要割地，可能要去。这个委曲求全，但是有没有可能这个我们在节目之前提过说，成立一个所谓的800英里的这个飞弹区，大概这个公里数大概1000多公里的这个飞弹区，然后北约进驻，然后美国呢就把很多的这个义务跟这个负担呢交给北约来去处理啊，德国啦、法国你们要多花点精神。那事实上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让乌克兰跟俄罗斯之间成为一种新的长治久安，是有可能的。可是你如果说你今天把开放给我这么多的矿产，你这么多的稀土，你让我美国来开采，而且你还帮我负担这些所谓的军力的部分，那我美国何乐不为？那我美国去了以后，我的军队不就跟着进去了吗？对啊，所以其实对于这个川普来讲，其实美国大战略是这样。刚刚那个吴董有提到说，美国没办法打2场战争。事实上，美国它的国防部的一个最高的指导原则就是打2场战争。我们知道以前在这个阿富汗战争跟伊拉克战争，他就同时有打过，所以他其实有能耐打。但是问题是说他不要这样打，因为这样打对他国力很伤，所以他们才会说，为什么乌俄战争有人说是美国的阴谋论，就是说借由拉乌克兰来打俄罗斯。那虽然说现在川普要去拉俄罗斯打，
中国，但是同时他也希望俄罗斯会下降他的国力，下降他的军力。事实上，我们看出来是很有效的。你看现在俄罗斯的这个国力也是往下降，降到比中国还更低。对，所以美国其实他就拉一打一，拉一打一，只是过去的过程当中，民主党他讲很好听的话，讲一个非常非常有人道的、有这种价值观的这种比较冠冕堂皇的话，但是现在对川普来讲，他现在就不演了，他就直接借由这些所谓的交易、这些恫吓，达到他要的那一个新的蓝图的样子。所以你说你今天看到川普没有什么国际原则，没有什么国际价值，就很简单，我就是威吓加交易。没错，所以说对川普来讲，其实他是这样。川普我长期观察他会有一个摆荡的性格，就是说他一开始可能会夸奖你，比如说他目前我看起来夸奖习近平是有，他称习近平是很聪明的人，然后他说习近平其实能力也不错，可是呢反过来呢，他中摆一摆话就狂打习近平。目前川普是比较没有在打这个普丁，那过去他也夸奖普丁，夸奖了很多次，他甚至也夸奖过金正恩，但是看到夸普丁夸奖的比较多次，然后还没有去批评普丁。我认为说，普丁对川普来讲，他有现阶段的战略上的利用价值，但到将来如果普丁能够帮助美国把中国完完全全压到下面的时候，那川普就可以把普丁弃之如敝屣。对不？刚才讲这个世界是一盘棋，而且大家尔虞我诈。现在川普上任以后，本来想说我要赶快的解决俄乌问题，结果没有想，我一边讲说我要解决俄乌的时候，现在打得更凶了。而且按照吴董判断是，那根本就是美国故意的，是川普跟拜登两个人共同的阳谋。川普反讲，你就打吧，打到乱七八糟的时候，我再来善后。对，现在来讲，俄乌战争已经打了进入了第1000天了。现在来说的话，已经在这战场上面，大家都开始赶进度了，而且美国完完全全开了绿灯，所有的先进武器全部都丢进去了。过去来讲，大家就说你打真的打假的，现在没有了。现在川普说24小时就要搞定俄乌战争，你全部都进去了。我们现在看他这个提供他哪些高科技的武器。过去来讲的话，他给了他的一个战术导弹，现在来说的话 ，AGM-88这个飞弹已经给送进去了。这有什么了不起？这个很厉害哦，这个是一个先进部署的一个飞弹。这个飞弹的话，它是可以把它的一些电子弹全部都避开了，因为俄罗斯跟乌克兰现在来讲都有一个电子弹。对，电子弹之后呢，你过去来讲的精准的导引系统，你就会失去作用。所以这是一个反辐射飞弹。对，反辐射飞弹就代表说，你现在所有的雷达，你所有的东西，对我来讲是没有用的。对，而且我可以很快的去侦测你这些雷达或者这个天线的一个位置。还不是如此，刚刚讲这是一个非常高精准的空对地的飞弹，没错，它的射程可以到了150公里。对，这150公里，你知道吗？它把它挂载上去之后呢，来打什么？来打这些防空火炮，来打这些雷达站。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先丢进去。那除了美国丢进去之外的话，其实可以看到了，法国也把这些铁锤 Hammer， 我们之前讲的 Hammer。加速啊！你之前来讲的话，你要了半天，我就给你50个、100个，我现在加速给你。另外来讲的话，这个幻象战机也是6架，然后同步下去。这些西方武器到底跟俄罗斯比打起来有什么样的不一样？我们在过去来讲，常看到俄罗斯的这个战车呢，2次世界大战战车被打下去以后呢，一个炸弹嘣就停住了。可是 Bradley 这个是西方的一个坦克车，它竟然遭受到这个反坦克的火炮打下去之后呢，然后呢还有俄罗斯的2架无人机直接自杀攻击去砸进去之后呢 ，Bradley 这台战车呢，竟然可以继续逃走，它可以跑，它可以继续逃走。所以呢，他讲说，到底它的装甲的厚度有多么的厉害，或者是说呢，其实西方武器跟俄罗斯的武器真的是本质上面就有很大的一个差异。